可怜这苏大小姐，大喜的日子人就这么没了。小点声，别让里面的脏东西听见了。哎，我是凶宅试睡员顾长风。你就是那个收钱睡凶宅的试睡员。京城独一份儿，500两，我睡一晚，鬼哭一晚，童叟无欺。上一个试睡员肠子都流了一地，你要是怕了，现在滚还来得及。怕？我是专业的，开门吧。血迹喷溅的哪哪都是，没有拖拽痕迹。人不是被抓走的，是吸进去的。这不是人血，是朱砂混合了赤反粉。妖孽现形了，你小子必死无疑！在隔壁屋点盏灯，用几块破铜镜把光折来折去，就成了鬼脸。这种街边耍猴的光影戏法，也好意思拿出来现眼？鲁班祖师爷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果然是空心的，给我破！哟，苏小姐，藏得挺深啊！大胆狂徒，放开人质！那个，我说我在修缮房屋，你信吗？大人，就是他！贫道刚才看见墙上鬼影重重，定是这妖道招来的厉鬼。快杀了他！他是鬼同伙。官造反炼钢，苦苦有劳气。这娘们是个练家子，还是吃黄粮？提刑官大人，行凶的好像是你吧？或者是在帮苏老爷验房？油嘴滑舌！刚才那鬼影怎么回事啊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你们花了1000两银子请来的厉鬼啊！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潜望之术，也就是这群神棍骗骗外行。外面的人只要在隔壁屋点个灯，通过这几面铜镜折射，影子就能放大投射到这面涂了荧光粉的墙上。鬼影那是光学。一派胡言！这分明是贫道做法逼出的妖气结晶。妖气？那你尝尝，这是方士炼丹用的赤符水，常温无色，一遇热就变红。利用这种机关装神弄鬼，绑架富家千金，勒索钱财。道长，这大圣律法里绑架罪该当何判呢？带回提刑司。站住！大人，案子破了，真凶抓了，我也该回去补觉了。今晚这单工钱我就不找您要了，算我倒霉。你懂鲁班术？略懂，混口饭吃，做点小木工。刚才那墙壁翻转的力道足有1000斤，你一脚就踩中了唯一的鸡眼，这可不是做小木工的本事。糟了，被他盯上了，这女人眼睛真毒。运气，纯属运气。是不是运气？带回提刑司审审就知道了。带走。不是，我可是良民啊，我是受害者，我是报案人。姓名？顾长风。行当？京城首席凶宅试睡员，兼职看风水、疏通下水道、修锁配钥匙。那倒是招了，说是有人给了他图纸，教他做的机关。那图纸的风格和你刚才破坏机关的手法很像。哎呦，大人，我是拆家的，他是造家的，这能一样吗？那你怎么解释？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机关的结构。世人皆蠢，只看皮相，不看骨架。只要是人造的东西，就没有完美的。狂妄！血！哎，地下冒血了！铁腥味，还有硫磺味，有意思。看来这地底下藏着个大家伙。别过来！我没有害你！别过来！住手！那是兔子。瞳孔涣散，脉搏紊乱，不是中邪。刀尖斩不断这鬼东西。
所仙鸡弹珠，可惜弹簧生锈。听声音就知道，至少3年没上过了。这种地方困得住人，困不住手艺人。快把这些书搬出去！大人，别费劲了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这里的湿气能把纸浆都沤烂。就算你把卷宗搬到皇宫去，字也都化了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来人，把他射下来！别介，省省力气吧。你们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我，是脚下的地基结构已经到极限了。听见这声音了吗？这不是鬼哭，是地底的风穿过窄缝发出的地啸声。看见这血水了吗？这是地下赤铁矿脉被暴雨冲刷后泛起的赤金泥浆。赤金什么浆？你是说你能治？能治，也就是个疏通地脉、引气归元的小活。不过什么？技术咨询费加施工费500两，现银。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大人，这地下的水位还在涨，如果不及时卸去地气，不出半炷香，整个提刑司的地基都会被泡成软泥。500两，好，说是质跑，我就把你和这宅子一起埋了。成交。大人，把你木武库里所有裹了油纸的火药包都给我拿来。你要炸了提刑司吗？这房子便秘了，我想给它通通肠胃。地底的风被堵在这里，就像一口烧红了却封死风门的丹炉，随时会炸裂。把石板撬开，快！不想死的，全给我趴下，张大嘴巴！3、2、1。水退了，真的退了！你做了什么？这口井连着地下暗河的气眼，暴雨导致地下水位暴涨，淹了原本的排气孔，气压排不出去，就在地底乱窜，挤压岩层发出怪声，这就是鬼哭。什么冤魂索命，不过是地脉不通罢了。顾长风，哎，在呢，这样活干完了，那500两银子。1张2张，不错不错，官票成色就是好。既然前期两清，那草民就告辞了。慢着，若是需要善后修缮，那可是要另外算钱的。这500两不是给你的出手费，那是什么？是你未来10年的俸禄预支。啊！身怀艺术者需向朝廷报备，你这手拆家的本事，若是不为朝廷所用，那就是潜在的威胁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是个木匠，而且10年才500两，你这是强买，是逼良为奴。还记得宋府的道士吗？你破了那道士的机关，他背后的主使定不会放过你。出了这个门，你的命可就不是自己的了。但在提刑司，没人敢动你。赤裸裸的威胁。但那道士用的机关术确实眼熟，若是真有同行在暗处，得加钱，包吃包住。陈敲，这就是你的新住所？那不是你的府邸吗？既然包吃包住，自然是住我家，方便随叫随到。孤男寡女，这不太好吧？放心吧，没人敢传我的闲话，因为靠近我那宅子的人都死绝了。这种人是否是磁场？这个男家里藏了什么东西？干净的过分了，不仅没有人气，连蛇虫鼠蚁都避之不及，而且地磁乱成这样，这地底下难道埋了一座磁山？金石悬浮，隔空摄物，这么强的磁力源就在隔壁，跟他有关。大人，您这功夫够吸人的呀！离我远点！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奇心重，尤其是对违背天宫之理的现象。雷劲不对，是磁劲。你是不是每逢雷雨天就浑身剧痛？是不是靠近铁器就会心慌气短？是不是经常感觉心脉不受控制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好了，
别眨眼。这是什么妖法？看见了吗？这不是妖法，是吸铁石。你心脉里被人种了一根极阴磁石，隔着皮肉都能把铁钩吸过去，这么强的磁性。这种手段极其残忍，普天之下会这门手艺的只有2个人。谁？一个是我死去的师傅，另一个是我师叔公叔野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讲，元婴阁台柱子玉玲珑在台上唱着唱着，突然暴毙了。死人归勿作管，我去睡觉了。全身骨头都碎成了粉，整个人软得像一滩泥，而且现场所有的茶杯都在同一时间碎掉了。碎骨无痕，万物共振，又是这种路数。师叔，是吗？大人，我是凶宅试睡员，不是仵作。死人这事儿归义庄管，我只管房子。死因不明，仵作燕果身上无伤，没中毒，甚至面色红润，像是睡着了。隔山打牛，内下高手？不对啊，大善朝没这种能把人内脏震碎却不伤表皮的功夫。加钱吗？算加班费。走着。这种频率刺头压酸，好吵！不是耳朵听到的吵，是骨头听到的吵。吵，这里很安静。胸骨完好，心脏和肺叶却成了浆糊，这是共振。大人，这玉玲珑不是被人杀的，是被声音杀的。声音？当时只有他在唱戏。不是他唱的声音，是这里。这一整个戏台是个巨大的杀人兵器，这是听瓮的原理，但被反过来用了。何意？上面唱戏，声音通过地板传到这些铜线，再传到下面这些水缸里放大，最后再反弹回去。这里的目标根本不是玉玲珑，玉玲珑只是个引子，这机关还没完全启动。大人，今晚还有戏吗？有，今晚是名角赛金花的专场，据说票已经卖光了。糟了，如果不阻止，今晚死的就不是一个戏子了，而是满场几百个听戏的百姓。立刻取消演出，封锁戏楼。大人，这可使不得呀！今晚来了好多达官贵人，连几位王爷都要来。这次后停演，小的脑袋不保啊！不停演，他们脑袋都不保。机关已经预热了，现在强行驱赶，一旦人流产生震动，可能会提前引爆积蓄的声波。大人，来不及撤人了。那怎么办？既然是为了听戏来的，那就让他们听一场绝响。你守在上面，一旦有人流鼻血，立刻把所有门窗全部砸烂。砸窗？不到远离人群。心跳好快，这声音像针一样在扎我的血管。哦，频率越来越高了，再过10息，这楼就要塌了。该死，信鹏一不行。小样，别以为我治不了你。只有一次机会，找准那个静止点。救命啊！给我醒醒！就是现在，给我去！墨家讲兼爱，但我共叔家讲秩序。
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名字，这是催命符。这京城要变天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凶宅案。这名字一出，我就再也躲不下去了。不管是谁，大圣法律面前都得低头。律法，在他眼里，人命只是齿轮的润滑油。师叔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就不躲了。还是这么爱留后手，老不死的。掌院，云阴阁的回音阵破了。哦，怎么破的？有人锯断了核心轴，泄了气压。据探子报，是个年轻的凶宅试睡员，叫顾长风。顾长风，长风破浪会有时。师兄，你果然留了个种。掌院，要派人去把他抓回来吗？抓？不，既然是故人之子，就该好好招待。派千机傀儡去，试试他的成色。是。师侄啊，这京城就是个大棋盘，既然你入局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不对，这条巷子我记得有365块砖，怎么少了1块？鬼打墙，公叔家的移动迷宫，果然来了。千机傀儡，这哪里是试探，这是要灭口。哼，想玩，那就陪你们玩把大的。起！师叔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3丈高，金刚铸造，还是真气驱动的。师叔，你这是把压箱底的工程器都搬来了。不能硬拼，这迷宫是活的，既然是机关，就有周期；既然是机器，就有齿轮。子鼠出洞，丑牛耕田，这是按12地支的时针转动的。每过3息，墙壁向内推进1寸，地下的主轴会有一个停顿。就是现在。起！鲁班术，秦思杰。只要是机器，就会怕卡壳。坏了，这大块头是自带干粮的。看来我那个500两的顾问不太好当啊。啊，大人，你要是再晚了半步，这顾问就得变成肉饼了。闭嘴，躲远点。提刑官阿木，大圣长公主。看来传闻是真的，你果然成了这小子的保镖。还有操盘手，怪不得这铁疙瘩这么灵活。别硬碰，攻他左腋下3寸，那是冷血法；还有左腿膝盖后窝，那是传动软管。多嘴如臭蚊子。大人，小心他胸口，那是暴雨樱花针的变种，别让他张嘴。顾叔掌院的礼物，你们必须收下。不好，是自爆！快跑！阿木，糟了，那毒气不是为了杀人，是为了催化他体内的基因磁针。魂中心神，还运功。
甜甜，我会伤到你。大圣的子民们，看看你们周围，混乱、肮脏、无序，你们的朝廷无能，你们的律法无力。今晚只不过是个开始。吾乃天宫院掌院公叔爷，我将赐予这座城市完美的秩序。从今夜起，不需要思想，不需要情感，所有人都将成为精密运转的齿轮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重造。老疯子，你这是要拿全城的人练蛊啊！师叔，你这盘棋下得太大了。不过，我就喜欢掀棋盘。这是什么？这叫闭路锁。闭路。头能导电，也能导磁。我在你所有关节点上造了个死循环，你体内乱窜的那些磁力，只能顺着这铜线在原地打转，出不去。要是没这东西，你现在的引力能把这房顶上的铁钉全拔下来，然后噗噗噗噗，全插你自己身上。那我现在还能打吗？能动，但别乱用内力。这线是个笼子，你要是把它崩断了，笼子破了，野兽出笼，第一个死的是你自己。外面什么情况？乱透了，满大街都在传无头将军索命。公叔眼那老东西动手很快，他在制造恐慌。无头将军，当人们怕到极点，就会跪下来求那个给他们安全感的人。你看，磁场乱得像锅粥，这无头将军就是一个移动的强磁场。我没看见马迈腿啊。你眼神真好。那是雀地术，但这马没成精，他靠的是磁石同极相斥的斥力拖着。这整条主街的地下早就被埋了阴阳磁轨，这玩意儿根本不是在走，是在贴地滑行。我去，这马还能爬墙？跑！我的剑！别松劲，他是冲你体内的磁针来的，他想吞噬你。想吸是吧？老子撑死你！韩木，把你身上的铜丝网解开。什么？解开我就废了？信我，解开！尝尝这个，这是给磁场显影用的铁砂粉。磁力无形，铁砂有形，原来这就是他的马腿，同极相斥，悬浮而行。只要断了地下的极性，它就会变成一坨废铁。阿莫，攻他左侧马蹄下方的那条黑线，那是地下的磁力节点。这就是动力源阴磁石，和我体内的一样。同宗同源，这玩意儿不仅能驱动机关，还能吸人精血，补充能量。公叔也这是造了个永动机啊！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墨家的机劫暗语。说什么？他在说酉时3刻，天宫院鲁班宴。这是请帖，师叔在叫我去吃饭。这是鸿门宴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哪怕是鸿门宴，为了拿到你体内的解药，我也得去赴宴。请帖。喏，这就是请帖。外面是鲁班的皮，里面是公叔的骨。这老东西早就把祖师爷的规矩改成他自己的了。这一进去，
能不能囫囵个出来，就看命了。师侄，既然来了，就入席吧。师叔这席面看着有点硬啊。怎么，怕有毒？毒我不怕，我怕的是尺寸不对。鲁班经有云：3寸3，鬼门关。这盘子底下连着弹簧机库，是说这狮子头摆的位置正好是个死门呢。我要是加一筷子，恐怕脑袋就得搬家吧。好眼力，不愧是师兄教出来的。顾长风，我看过你破阵的手法，虽然粗糙，但有灵气。宫书家现在正缺人手，尤其是像你这样懂结构的人。只要你点头，这天宫院副掌院的位置就是你的。那女娃娃体内的毒，我立刻解。副掌院，听着不错，管饭吗？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我知道，我这人有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我擅床。这天宫院的床太硬，睡着硌腰，而且我不喜欢给杀人犯打工，尤其是杀了我全家的杀人犯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师叔不念旧情了。阿木，抓紧我！果然是绞肉阵，这老东西够狠。完了，这次真龙屉里的包子了。这也不有多厚。别费劲了，这是断龙石级别的铸体，除非你有开山的本事，否则……坏了，这是个真龙阵！好热！别大口呼吸，这真气有毒，而且温度太高，吸进肺里会把肺烫熟的。这样下去，不出半炷香，我俩就真熟了。长风，我不行了。坚持住，别睡。既然有剑气，就一定有排气。如果不排气，这炉子自己早就炸了。找到了，那是应急泄压口，只要把它撬开，底下的高压真气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冲上来。韩木，还有练习挥剑吗？只有一剑。用你的剑气隔空把它震碎。给我！就是这层水，还是隔热衣，抱紧我！衣服上的水在瞬间蒸发，带走了大量热量。只要在水烧干之前冲出去，我们就死不了。师叔，你这桑拿房温度太高了，这服务我可得给差评啊！这都能跑出来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不是你小看我，是你太相信你的机关了。只要是机关，就有人造的生门。现在咱们该算算账了。阿木，还打吗？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能杀。杀！别光砍啊，有点整势。阿木，尝尝你们自己的家伙！抱紧我，咱们撤！带着我，你跑不掉。闭嘴！我加班费还没结清呢，你想赖账啊？阿木，你会水吗？不会。那正好，我也不会。咱们今天就赌一把命。
阿木，别死，我带你逃出去。那个是隐蔽的排水口。还好那个排水口通着城外的乱葬岗，不然咱俩就被冲进皇宫御花园当肥料了。糟了，这是磁力反噬，再这么下去，他的血液都会凝固成铁块。磁场是看不见的网，想破它就得用另一张网把它罩住。你先看诗文古籍，里面记载过一种避雷金网，说是把人罩在铜网里，就能引天雷入地而不伤网中人。磁铜雷里，既然能避雷，就能避磁。这里的节点必须绞死，不能有缝隙。这里的接地线要粗，要把多余的煞气导进地下。阿木，你这身体是把绝世好剑，但这剑鞘太脆了，我先给你加个临时的鞘。好了，这就叫金钟罩铁布衫的物理版。虽然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但这原理祖师爷说过，绝对没错。师叔，你把人当机器干，把人命当草芥，哪怕是用我这双手一点一点的拆，我也要把你那座破塔给拆了。机关术本是造福百姓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既然你忘了祖师爷的规矩，那我就替祖师爷清理门户。师叔，你想要那个完美、冰冷、秩序井然的世界，我就偏要把它砸个稀巴烂。开始了，魔音贯耳，万民化后。好好睡一觉吧，等你醒来，这天也该变回来了。奇怪，明明堵得严严实实，连雷声都听不见，怎么那嗡嗡声还是往脑子里钻？棉花根本没用，它就像钝刀子，在直接刮我的头盖骨。得赶紧买完药回去。这塔是个巨大的催眠摆钟，它正在升级。掌柜的，传药，2两生朱砂，3000磁石粉。嘿，回魂了，声音上门了。怎么回事？声音变大了。我去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动什么手啊？归顺秩序，消除。这不是他的声音，这是宫叔野的声音。放弃吧，长风，思考太累了。我去，这声音在改写我的脑子。滚说我的脑子，老子是人，不是零件。你们是谁？快闪开！完了，手脚不听使唤了，完蛋了！都给我闪开！活过来了。外面怎么这么乱？你没听见吗？那声音像是几万只苍蝇在脑子里叫。什么声音啊？我只听见外面很吵。宫叔野的声音啊，魔音。他听不见。不对，他不仅听不见魔音，反而觉得魔音只是普通的噪音。磁场斥力。你在嘀咕什么？我明白了，那魔音里头夹着宫叔野特制的磁镜，声音钻耳朵，磁镜钻脑子。你体内有那根极阴磁针，本身就带着一股霸道的磁力，就像是一层铁甲，把外面那些想要钻进来的磁镜全给弹开了。这叫同性相斥，针尖对麦芒。还有你的剑，刚才那一剑，剑身震颤发出的龙吟声又急又密，正好把宫叔野那种闷吞吞的魔音给震散了。这就是以声破声。既然知道了原理，这魔音阵我就能破。频率是绝微弱语，大约是每息震动50次。要抵消这个频率，需要一个反向的共振腔。阿莫，把你剑柄上的铜护手掰下来一块给我。你认真的？哎呀，快，救命用的。亥未开孔，这就是鲁班术里的听雷瓮缩小版。好了，大圣第1代调频耳塞，就这能挡住魔音？这不是挡，是抵消。就像两股浪头撞在一起，反而风平浪静。喂，听得见吗？
小点声，我没聋。奉天承运，鸡神诏曰：妖道顾长风，妖女阿木阻碍秩序。凡大圣子民献其首级者，赐永生金身。刺金身就是把人做成铁罐头吧？这公叔爷还真把自己当神了。杀出去！哎，杀不得，这些人都是无辜的，被控制了而已。那怎么办？跑，而且要跑得有技术含量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过了，这后面是稻叶乡的小巷，连着菜市口，那里地形复杂，适合躲猫猫。阿木，别用剑刃，用剑气拍晕他们，千万别杀人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这下真是举世皆敌了。我拿走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哪里？地下。是说你赢了面子，站在地上，那我就去做只老鼠，去地下把你的根给刨了。守住身后。起！呸！等老子回来，非把你们在锅底都戳穿！阿木，跳！这味儿比死人堆还臭。吃足吧，这可是前朝的龙溪水工厂，这味叫历史的沉淀。果然，这里不仅仅是排污，这纹路是用来导气的。好冷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通天塔的根。公叔也真是个疯子，他在抽干京城的地下水脉。啊，抽水为了喝？为了压。你看这些管子的走向，他们不是为了取水，而是为了利用水的压力。他在用整个京城的地下水压来驱动通天塔顶那个巨大的魔音机关。金刚铸造，壁厚3寸，这种硬度，别说你的剑，就是拿火药炸也未必能炸断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哎，别！这管道里压力极大，你要是砍出个裂缝，喷出来的高压水柱能直接把你切成2半。凡是机关必有弱点，再坚固的管道也需要检修的地方，也需要泄压阀门。这里只是根须，真正的总阀门控制着庞大水压的大脑一定在上面。上面那是皇宫。没错，前朝修建这地下水网的时候，总图肯定留在了大内档案库。只有找到那张图，我们才能找到这怪物的死穴。上面应该就是皇宫外围的护城河边。不对劲，这火药味太新鲜了，是天罗地网。退！说你个老东西，抓猴子真用雷火阵吗？醒了，这一觉睡得可还安稳？托师叔的福，梦里还在抓耗子呢。你抓没抓到我不知道，我倒是抓到了2只。墨家墨斗、梁天尺，这些老古董在你手里也是浪费。这把尺子是你师傅当年的心头肉，他说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做人要像尺子一样有度。别提我师傅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他守着那堆破烂规矩，最后连命都守不住，而我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收起来，当个战利品吧。是。这种过时的东西，也就只配在博物馆里吃灰。那是我的加护扇，还给我！想要，等下辈子吧。看着它
长风，这才是真正的杰作，不需要墨斗弹线，不需要尺子丈量，它是完美的。它将把所有人从混乱和痛苦中解救出来。那是个怪物，他在吸干这座城市的血。血，那是必要的养分。把他们带去地牢，我要让这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老鼠，在绝望中看着他的旧世界是如何崩塌的。没事吧？我的内里被封住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没有尺子，我的眼睛就是尺子；没有墨斗，我的脑子就是规矩。师叔，你捏碎了我的尺子，但你捏不碎鲁班树。哈木，咱们还没输，只要这地牢是人造的，我就能给它拆了。轻点，这是请客还是押犯人呢？造黑游戏。师侄，听说你想拆了我的地牢？只要是人造的，就没有拆不掉的。好志气，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。这是九宫锁魂阵，宫叔家的试炼场。如果能在3日内破阵走出来，我就放了你们。要是出不来呢？出不来？他体内的磁针我已经设定好了，3日不破阵，磁针就会自爆。到时候，这位美艳的长公主就会变成一朵血肉烟花。你拿女人当筹码，在机关术面前，众生平等。别管我，你自己走。笨蛋，我要是走了，谁给我结工钱？我倒要看看这九宫锁魂阵的厉害。这第一宫果然不同凡响。没有尺子，我就没法测量距离；没有墨斗，我就没法标记路线。这老狐狸是想困死我。没有尺子，谁说没有？大神关造刑具，每一环成1寸2分，这就是我的尺子。前位3寸，离位5寸，石门在左。我已经闯过了前6宫，但越往里走，机关越发很多。毒烟、流沙、滚石轮番上阵。第7宫是死门，无论怎么算，师门都在不断变化。宫叔也在外面操控，他在作弊。看位过，离位破。这小子居然用脚镣丈量生门，有点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他加点料。这铁疙瘩劲儿真大，再这么打下去，非得交代在这儿。阿木，糟了，他现在的磁场太强，简直就是个活靶子。阿木，这股吸力连我的镣铐都在抖，这不是绝境，这是武器。别压制了，把你的磁力全放出来，吸死他们！会伤到你？伤个屁！这是磁爆，只要磁场过载，这些铁疙瘩内部的零件就会因为相互吸附而锁死，把它们吸成废铁。尝尝磁场过载吧。果然有用，没工具拆不动那根主轴，除非用更大的力气把它扯坏。手掌对准那个大齿轮，用力吸，把它的消电吸出来。给我下来！还得是鲁班术，拆零件才是王道。师叔，
这局我赢了。精彩，拆得真干净。这9宫阵还没人能破得这么彻底。是说3日之期未到，阵我破，按照约定放人吗？我是答应放人，但我没说这天宫院的大门外就没有别的关卡了。想走出这天宫院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老狐狸，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幸好刚才在第5宫顺手拆了几个霹雳火的引线，正好用来当烟雾弹。走，吃软钻狗豆。体内的磁阵像是死了一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刚才那一下爆发，把他彻底抽干。脉象虚浮，磁场全无，看来这就是过载的代价。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，甚至比普通人还脆。那我不成了累赘？说什么呢？咱们这叫战术性休整。走，回事情。公叔野的那个大铁疙瘩进不了这种耗子洞。有杀有抢，师叔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。杀回去！别急，杀是下策。这是壁虎手，用熟牛皮泡了749天桐油做成的，只要把里面的气挤干净，它就能死死咬住墙面，神仙都拔不下来。这墙上有油，能吸住。油正好，油能封住气缝，让它吸得更紧。你在下面守着，这玩意儿带不动2个人。憋住气，锁住劲，这叫气锁术。上来！走！别管我！阿木，你干什么？你走了还能救我？你留下来，咱们都得死！快滚！阿木说的对，只有活着才有翻盘的机会。等我来救你。老祖宗的东西都被糟蹋了，公叔野，你给我等着！上月那个女的抓住了，但顾长风跑了。好了好，只有跑了，游戏才好玩。那个女的磁力枯竭，正好是最好的诱饵。传令下去，在午门设下处决台，昭告天下，明日午时处决妖女阿木。顾长风，我就不信你不来救。唯3缺1，我留了下水道的口子，就看你敢不敢钻这个套。屋顶全是弩手，地面全是木偶，这是铁桶阵，硬闯就是变成筛子。古书上说，海市蜃楼是光影折射，只要光够强，烟够浓，影子就能变成巨人。是说你信奉机关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神迹。午时已到，行刑！公叔野以逆天而行，不奉天命来收你。海市蜃楼，装神弄鬼，那是假的，那是影子！给我射那个影子！走，别看天，那是我的影子。只有老鼠洞才是他们看不见的地方。顾长风，我看你们能在地下躲多久？长风，杀了我！快！我的血流不动，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。别胡说，你心跳还在，虽然慢，但还在跳。机关我不怕，阵法我不怕，但这磁力反噬是深入骨髓的毒，这根本不是病，这是转化。再这么下去，他真的会变成一尊没有呼吸的铁像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赤极石。这是我凭当时记忆画的地图，我在公叔野的书房见过赤极石的图纸，那是他用来控制原磁悬空核心的宝贝，能产生极强的反向磁场，只有它能产生足够的势力，把你体内的那根极阴磁针逼出来。天宫院
那是龙潭虎穴，公叔爷在等你自投罗网。龙潭虎穴也得闯。再说了，我是贼祖宗，他是看门狗，哪有贼怕狗的道理？拿着，要是感觉控制不住了，就扎自己大腿，用痛觉刺激神经，千万别让自己睡过去，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。我找回来。放心，我去天宫院进点货，天亮之前我一定回来。幸好之前在云音阁戏楼顺了这套千面郎君的行头，这面具是猪皮熬的，透气贴肉，再配上这点骨胶和煤灰，就是亲娘来了也认不出。枪头带电，老鼠洞堵死了。公叔爷呀，公叔爷，你这是把天宫院变成铁桶了呀？不过越是严密的防守，最大的漏洞往往在人身上。从现在起，我是烧锅炉的老张。令牌，都是夜班烧炉子的，公叔大人催得紧，说是今晚通天塔要加压。这没回。滚，脏死了，进去。这是公叔爷改良过的听风犬，这玩意儿没有眼睛，看不见伪装，没有鼻子，闻不到人气，但他那对铜耳朵里装了听物，能把声音放大100倍。别说呼吸声，只要心跳超过每吸1下，在他耳朵里就跟打雷一样响。一旦被锁定，他那钢爪能瞬间把我的喉咙撕碎。没办法了，只能用那一招鲁班术归西法，封五感，锁心脉，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，一根木头。好险，差点就真憋死过去了。前面就是核心区了，这一关过了，后面就是硬仗。这种锁错一位，里面的消丁就会卡死，甚至触发毒戒。没有钥匙，想进去难如登天。天干配地支，9宫飞星。公叔也这老东西虽然狂，但骨子里还是迷信一套，密码永远离不开他的生辰八字和通天塔的方位。第一道破。不好，是绝气杀阵！地板连着墙里通向，一旦踩中，房间里的气会在30息内被抽干，这比毒气还狠，直接把人抽成干尸。20息，视线开始模糊了，手一刀会中，这就是个大号的鲁班球。造人，把活人改造成机关，这老疯子，他之前活人太乱，想把全天下的人都变成不老不死的怪物。糟了！30息到了，房间里几乎没空气了，给老子开！阿木，醒醒，解药来了！我退！总算把你从阎王爷那拉回来了，这趟不亏。谢谢你，长风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以前这感觉像是在背着一座山，现在就像是在牵一根线。以前是你被磁力拽着走，现在是你拽着他走。毒身虽然出来了，但这股力量好像还在，而且他变听话了。嘿，这就叫驯化。以前这力量是你的劫术，现在成了你的神通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咱们出门连钥匙都不用带了。何木，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把人变成机关？公叔爷的野心不只是控制京城，他是嫌活人太乱，想把所有人都变成那种不知疼痛、没有思想、绝对服从的机械傀儡。这就是他所谓的完美秩序。他疯了！对，他疯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再躲了，我们要反击。反击？就凭我们2个，满城百姓都被控制了。连皇宫禁卫军都成了他的走狗，我们去哪找帮手？谁说没有？公叔爷的魔音是厉害，但他只能控制正常人。正常人？什么意思？在这京城的最底层，还有一群人，他们听不见、看不见、说不出，他们被世人遗弃，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却因此成了这场浩劫中的漏网之鱼。你是说贫民窟的那帮乞丐？没错，
聋子听不见魔音，哑巴不会告密，瞎子心如明镜。他们的残缺在这一刻成了最强的盾牌。我们要把这些残缺的人组织起来，这将是一支公叔也做梦都想不到的军队。都抬起头来！我知道，在外面那些体面人眼里，你们是废人，是累赘，是连那座通天塔都懒得控制的垃圾。但正因为这样，你们现在是这京城里唯一还醒着的人。年轻人，醒着又怎么样？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拿什么跟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怪物斗啊？就拿你们的命，拿你们还算是个人的这口气。公叔也想要完美的世界，他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整齐划一的零件，但在我鲁班门里，从来没有废料，只有放错地方的材料。老人家，你眼睛看不见，但这风里的铁锈味，你闻得比谁都准吧？东南风带着机油味，3里外有大队的铁疙瘩在动。好，这就是最好的斥候。你不能说话，正好，做刺客最忌讳话多。你是天生的暗哨。大奎，你听不见魔音，那些声波武器对你就是个屁。你这身板就是我们的重装甲兵，我们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能把那个完美怪物拆碎的巨人。好了，这些剑客被我磁化了，只要射中那些机关兽的关节，磁力就会干扰他们的转动轴。他们真的能行吗？不知道，也许我们明天都会死。那你还忽悠他们？这不是忽悠，人活着总得有个奔头，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，而不是像那群行尸走肉一样跪着等死。而且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自然也不会有完美的机关。公叔也输就输在太隐性的一个完美了。今晚的目标是通天塔在城东的传音铜柱，那是魔音的中继站，只要拔了它，城东的百姓就能清醒过来。出发！东南角120步，有铁甲摩擦的声音。4个巡逻的甲兵。阿莫，看你的了。干得漂亮，这就是兵不血刃。就是这根烂柱子，把通天塔的魔音放大，像撒网一样罩住了整个东市。只要拔了它，这片区域的老百姓就能醒过来。这是我用配药舍剩下的硝石和木炭熬的土炸药，别看它长得丑，劲儿可比关灶的霹雳火还大。这声波能震碎人的耳膜，乱人心智，但对大奎来说，这不过是一阵大点的风，在这个风的世界，听不见反而是种福气。有大队人马来了，应该是听风雪闻着味儿了。撤！跑！站了！我这是在哪儿呀？我不是在家做饭吗？天哪！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拿着斧头啊？听听，这才是人待的地方。虽然吵了点，但比那死气沉沉的秩序强多了。我们毁了铜柱，公叔也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只是开始。我知道，他修一根，又拆一根，他想把这天遮住，我就给他捅个窟窿。兄弟们，今晚咱们干了票大的，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那个自称神的公叔也是你捏的。撤，回老鼠洞，别让他的狗咬着尾巴。掌院，东市的铜柱断了，百姓们都醒了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。一群蝼蚁给了他们完美的秩序，他们却偏要拥抱混乱。去探子堡动手的是一群残废，有瞎子，有聋子，带头的是顾长风。顾长风，又是你利用残废人，亏你想得出来！呵呵，既然常规的甲兵抓不住这些老鼠，那就放点更狠的东西出去。
启动肃清模式，就让我用我最满意的作品清理掉那些残次品吧。不对劲，快停下！老张，怎么了？上面有东西下来了，不是嘉宾，你这脚步太沉了，而且没有心跳。机关兽？不，有呼吸，很重的呼吸声，像野兽，而且数量很多，就在头顶。这是演示造人图纸上的东西，半机械死囚。公叔也真的把人改成了兵器。你谁？大奎，老周。找死！怎么可能？他们的身体全是铁！走，都走，别恋战，往深处跑！是我害了他们，我以为靠这点小聪明能赢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还活着。光活着没用，必须进塔，必须从内部瓦解他。怎么进？现在外面全是这种怪物。那就让他以为我废了。只有废人才会被扔进垃圾堆，而通天塔的垃圾堆就在塔心。待会儿就往这扎，别手软。你疯了！万一扎偏了，死囚就在外面，普通的苦肉计骗不了公叔爷，只有让他亲眼看到我是被你出卖的。但这血必须得标得够高够真，你就装作磁力失控，扎完就跑。大奎他们估计快醒了，记得告诉他们我们的计划。阿木，你别走，回来！这刀真他娘的疼啊！哇，这场戏够逼真了。这就是你选的盟友，在生死面前，他捅了你一刀，然后跑了。你输了，输给了人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完美的秩序才是唯一的真理。感情那是多余的累赘，我不杀你，杀了你，你就解脱了。我要把你扔进通天塔的炉底，让你在无尽的劳作中慢慢回味这一刀的滋味。带走，扔进废料区。哼，笑吧，师叔，你笑得越开心，死得越惨。进来了，这地方虽然脏了点，但离亲自最近。据说你请我进来容易，想送我出去可就难了。硬闯肯定不行，得想个法子混上去。我来试试这身皮。别说，公叔爷这个傀儡做的挺灵活。走吧。磁化铁砂压成的铁蚕豆，只要一颗卡进轴承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吃吧，多吃点，这些豆子够硬，就能崩掉你的牙。这个傀儡动作怎么这么僵硬？原来如此，顾长风，你以为换个壳我就不认得你了？想毁了天机轮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把自己也练进去。各位官爷，这是干什么？我活干完了呀，油都加满了。掌院大人有令，你干活太勤快了，特意赏你去个好地方暖和暖和。
师侄，既然你喜欢这机器，那就离它近点儿。这间屋子连着炼铁炉，温度会越来越高，你就慢慢享受这热情吧，直到把你烤成干尸。这面墙是炼铁炉的散热壁，后面就是高压蒸汽管。只要炸开这面墙，高压蒸汽就会倒灌进来。虽然我会死，但这面墙也会崩塌，直接摧毁外面的天机轮主轴。这就是同归于尽的局。烟起了，这把火我点着了。阿木，外面那把火看你的了。那是信号，长风得手了。兄弟们，塔里已经乱了，咱们在外面给他加把火。大奎，制造点动静，越响越好。光混进去没用，我要去这儿高温禁闭室。那面墙后面就是炼铁炉，连着高压蒸汽管，只要炸开它，蒸汽倒灌，天机轮必毁。那炼铁炉温度极高，你在里面能撑多久？万一蒸汽提前爆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是鲁班传人，玩火是祖传手艺。那里有个排气口，只要我动作够快，切开小绿就跑，顶多烫个卷发。你没骗我？骗你是小狗，这计划万无一失，就是去蒸个桑拿。到时候你看到黑烟就只管炸门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傻丫头，那哪有路跑啊？这一去就是把自己当炮仗点。必须快点！不想死的，都滚开！一群乌合之众，以为炸开大门就能进来了，天真！启动绝杀阵，把他们全埋在门口。就是现在！剩下的交给你了，阿木，替我安顿好大家。太紧了，长风，木头是活的，得留缝。公叔师叔说了，严丝合缝才是完美，留缝不就松了吗？傻小子，天道都有缺，何况机关？留了缝，木头热胀冷缩才有地儿去，机关才能转得久。这就跟做人一样，公叔家为了完美的秩序，想把缝都填死，把人变成铁块，而咱们的鲁班术修的就是这条缝。有缝，人味才能活下来，人心才能跳动。留缝，师傅，我给他的通天塔留了个天大的缝。落雪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长风，你没受伤吧？真的担心死我了。我没事，除了蒸桑拿真的有点狠，有点熟了，但都只是皮外伤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顾长风，你毁了我的天机轮，你毁了我的心血。既然你们不想活，那就都去死吧！看来老东西急眼了，这4个大铁疙瘩不好对付。撤，回地下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们在上面是靶子，我们先回地下。天机轮已经摧毁了，那塔现在就是个废铁，我们算赢了吗？还没，那只是拔了他的牙，这头怪兽还没死，公树也还在里面。只要塔还在，他就能造出更多的铁面死球。趁着修好天机轮，必须把它彻底推倒。啊！推倒那么高的塔？对，炼铁炉炸了，地基已经被高温烧碎了，现在那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滚烫的伤口。如果我们把全城的地下水都引过去，灌进那个伤口，水火相欺，会炸。巨大的水压会像千斤顶一样从下往上把这整座塔连根拔起，这就是水龙翻身。只要塔一倒，那4个靠塔活着的铁疙瘩也就成了废铁。
饮水倒灌，年轻人，你这是要拿全城百姓的命给你垫脚啊！我们住在低洼棚户区，水一上来我们先死，你和公叔爷有什么区别啊？都是为了赢，不择手段。10年前，公叔爷为了抢夺鲁班书，屠了我师门满门，43口人全死在他手里。我比任何人都想杀了他，但我绝不会为了杀他让自己变成他。午门刑场，他本来可以自己跑，但他回来救了我。在贫民窟，他教大家做武器自保。这一路走来，他没有滥杀过一个无辜，也没有抛弃过一个同伴。他跟公叔也不是一路人。这条线是我用鲁班尺量出来的生门线，我保证水只会漫到这里，淹不了各位的家。若水过此线，害了1人性命，我顾长风自绝于此。听着心跳，不像是撒谎的人。罢了，这条命陪你赌了。这是通天塔的备用核心地支轮。顾长风，你太小看天宫院的底蕴了。地支轮转速太快，容易过热，本来不想用这个的。怎么回事？这魔音频率变了，比之前高了10倍。我的磁场挡不住这股穿透力。不可能，天机轮明明已经炸了，备用核心，他居然还有备用核心。没退路了，这魔音还没控制心智，按计划行动。大快老张去西北，阿木去东门，我去南门，务必打开水闸。不行，这声音太吵了，我无法集中。该死，这地方太窄了，施展不开。再这么耗下去，还没开闸我就先挂了。顾长风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绝对的力量，在我的秩序面前，你们这些蝼蚁只有被碾碎的份儿。是谁？难道是长风之前在塔里留的后手？不管了，这线才我碎。核心卡死了，魔音的指令全乱套了。现在那些机甲就是没头苍蝇。好东西，有那几颗铁蚕豆不好消化吧？虽然那凡人的动静还在，但貌似已经不受公叔爷控制了。师叔，洗澡水烧好了，好好享受吧。水来了，通天塔一倒，一切都会结束了。阿木，怎么了？磁力反噬又犯了？不是反噬，是一种奇怪的共鸣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，就在那后面。公叔爷的秘密据点，哼，看来这老东西藏了不少私房钱，小心点。跟紧我。哼，雕虫小技，这种连环弩我8岁就会拆了。走。这哪是实验室，这是屠宰场。公叔也在研究把人变成机器之前，到底杀了多少人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以为我丢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
食盐体昭，排异反应，死亡。食盐体盈，心脏骤停，死亡。食盐体子。他抓了几10个孩子，就为了造一个兵器。革命人制造意外，清除其亲属，营造天杀孤星假象。原来不是命，是他杀了我的家人，是他让我没有家了。阿木，冷静点，磁场要失控了，这里要塌了。我很冷静，我不觉得自己是怪物了，我也不想当什么天杀孤星。我要亲手把他的心挖出来，看看是不是黑的。好，我陪你，我们去把他的心挖出来。宫叔也这么快就把魔音修好了？看来我们要抓紧给通天塔最后一击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即是机神。几只老鼠还想动我的水源？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为我的广目天王吧。阿木，冷静点，前面太安静了，肯定有埋伏。埋伏？那就杀过去！你这就去送死？你忘了日志上写的吗？你的情绪越不稳，死力越容易失控。失控？我现在就是个失控的怪物！滚开！看这边，大虫虫！你疯够了没有？你这样是杀不了他的。我不管，我要毁了他，我要毁了宫叔爷的一切。看着我，阿木，你不是为了毁掉什么而活着的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别让我看着你送死。炸药没了，这铁长虫皮太厚，我们弄不死它。那怎么办？不，我们不需要弄它。我们的任务是开闸，只要水出来了，别说一条虫，也得被冲到东海魏王吧。可是衙门焊死了。那就用天火，它是铁做的，导电，只要倚天雷劈碎那道闸，那股气儿神仙都挡不住。我去意，我爬到闸门顶上去。你会死的，凡人怎么可能扛得住天雷？总比2个人都死在这强。阿木，听话。阿木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是凡人，但我不是，我是宫叔爷造出来的怪物。既然是怪物，就该做怪物能做的事。不行，阿木，我不许你去！你给我回来！雷雷！阿木，醒醒！想求你了！傻瓜，怪物是死不了的。你不是怪物，你是我的命。
那就让我们看着他，龚叔爷，你的报应来了。停下，别谈了，脑浆要炸了！是水，大家快上房顶，快！顾长风，你毁了我的塔，但只要核心还在，我就能东山再起。现在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神迹！水龙翻身，成了。太安静了，龚叔爷那老东西属蟑螂的，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死了。我要见人死要见尸，哪怕是把这废墟挖地3尺，我也要找到他，亲眼看着他咽气。不好，有东西在地下洞，快退！你们毁了我的塔，这群卑微的虫子！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，把你们烧成灰烬！给我停下！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蠢货！同样的招数想用2次，刑天的外壳涂了天宫院秘制的绝词陶釉，专门克制你的妖术。你的那点把戏对我没用。这脚底板都加厚了，老东西这回是下了血本了。来啊，老东西，你这铁乌龟转得过弯吗？来抓我啊！爷爷在这儿呢。不行，这火力太猛了，不能疯，疯了就输了。愤怒杀不死这铁疙瘩，手艺才能把它当成一个要做拆解的大活儿。只要是机关，就有结构；只要有结构，就有弱点。怎么不叫了？吓傻了？既然不叫了，那就去死吧！左臂盾牌厚重，防守无死角；右臂火炮威力大，但射击有间隔。最麻烦的是那层绝刺陶釉，滑不留手，连墨线都刮不住。想要限制它，只能缠关节。
跳，我看你能跳多久。只有2息，而且那面盾牌挡得太死，扔不进去，必须贴身硬塞。但只要我一露头，那门炮就能把我轰成渣。滚出来，顾长风！别像个老鼠一样躲躲藏藏，我要把你烧成灰！火力太猛了，根本没有靠近的空隙。难道真的要赌命？顾小哥，别趴着呀，这局还没开呢。你们怎么还没走？今天好不容易上了桌，庄家还没死，我们哪能撤呀？该死，还有一层，给我开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滚下去！这可是特大号的窜天猴，师叔，写好了。我的核心！个头大有什么用？只要心里还是空的，塞个炮仗就能炸穿。好啊，你的小聪明呢？你的鲁班术呢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垃圾。长风，我相信你。为了阿木，为了所有人，孔叔爷，起招！倒钩做靠，横梁做墙，插销做眼，这根线已经布成了芥蒂局。来啊，往这儿打！你要是打不中，就是我孙子！找死！阿木，你在哪儿？别吓我！出来啊！阿木，呼吸，呼吸啊！心脉断了，得有一股更强的气，把他的心跳重新转回来。既然停摆了，那我就给你接个火。阿木，忍着点，这一下有点狠。别睡了。起来！这是做梦了吗？我的家还在，手艺还在，家就能再起。大娘，吃点吧，人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我的钱柜，我的半辈子积蓄啊，都在这地上埋着呢。别吵，听风。那下面有空的洞井，往左3尺挖。神了，老神仙，这是谢礼。我不要钱，你给受伤的百姓们买点药吧。
顾长风、阿木，朕听闻通天塔是你们毁的，公叔爷也是你们杀的。回陛下，塔是自己塌的，公叔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们只是顺手推了一把。好一个顺手推了一把！他留下的天宫院可是大圣的根基，如今被你们毁了一半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陛下，您说的根基是指这个吗？把活人变成听话的机关，这就是天宫院的根基？荒谬，丧心病狂！公叔爷竟敢背着朕做这种事！顾长风，你献宝有功，出奸有功，朕要重赏你。水够了，干粮也能撑10天。长风，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往东走，听说东海那边最近不太平。怎么个不太平法？又是公叔爷的余孽？不，比那更有意思。传闻东海渔村每逢月圆之夜，海面上就会出现一座鬼城，城里灯火通明，还有鬼魂在唱戏。但只要船只靠近，那城就消失了。海市蜃楼？我也以为是，但我查了县志，那鬼城出现的时候，周围的海水会沸腾，还会有巨大的轰鸣声。海市蜃楼可没这么大动静。当地官府说是要征集童男童女去祭祀。祭祀？活人祭祀？对，又是那一套。只要是理解不了的东西，就说是鬼神，就要拿活人去填坑。那是什么？依我看，多半是有人在海底搞鬼，这根本不是鬼城。